一位49岁的陈老板，每天盯着电脑10个小时以上。他在25岁之前呢，眼睛度数已经高达1000度，但是近期他发现他度数又急速的增加。去眼科检查之后呢，医生告诉他他是中度的白内障。我一个患者，他的右眼白内障已经成熟了，因为他有事情必须去意大利半年，所以呢，我就教他简单的眼睛按摩的运动。想不到他做了不到半年，他的白内障竟然完全消失。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谈谈白内障的中医如何治疗。很高兴邀请到新一堂中医诊所的院长吴国斌医师来到节目现场。吴医师您好。主持人好，全球观众大家好。吴医师啊，就是西医是说，就是如果你的眼睛近视超过600度以上，它就是白内障的高危险群。那白内障是跟眼睛的度数是有正相关的吗？其实眼睛的度数增加，其实就是眼睛开始退化，眼睛的循环不好。所以很多人会问说，如果我得了白内障，眼睛最后会不会失明？根据统计学来说，盲人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大概有41% 是由那个白内障所导致的。那弱视的患者大概有49% 是白内障所导致的。那以老年人因为白内障或弱视所导致的整个比例来看的话，有占70%。所以呢，从统计来看的话，确实跟失明呢跟白内障有一定的关系。白内障是怎么样形成？是老化吗？是身体机能的一个正常现象，还是因为其他的因素？我们从现在的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有几个比较常见的原因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接触的那个电磁波的辐射的剂量都比较高。我们发现长期低剂量的那个辐射的影响比高剂量的辐射影响比较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低剂量你不会察觉，但高剂量的辐射呢，你突然会觉得眼睛不舒服，你会避免。所以我们就要避免那长期接触这些3C产品，这是一个很重要原因之一。另外，吸烟的话也会引起白内障的原因，主要是我们吸烟的烟雾里面呢，有一些会造成白内障的蛋白质变性的一些因素。另外，高血压的会比较容易有白内障，但是其实发现不一定是高血压本身，是因为我们使用高血压的这些药物，比如说一些利尿剂，让眼睛的循环产生比较不好的一个状态。另外，像一些糖尿病或者是使用类固醇，或者说过度的一些药物治疗，都会引起白内障的产生因素。那么白内障实际在眼睛是如何呈现的？就是说它慢慢怎么样会从好的然后变成不好呢？我们的晶状体主要是这样子原本是透明的，光线可以直接进来。当我们这个外在的因素造成这个眼球晶状体产生一些障碍的时候呢，它开始模糊了，光线透不进去。慢慢严重的时候，它会产生一个变性肿胀，甚至变白。最后呢，眼球就像一轮明月一样，非常白。这个时候光线透不进去了，就会产生一个白内障的一个现象。那在前中期的时候呢，我们中医可以用一些药物，像黄芪、党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熟地这些补益药呢，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，增加抗氧化、抗衰老的功效。那这些药材是每一个人都适用吗？主要是以脾胃虚弱为主，肝肾比较虚弱的时候，我们会再加菟丝子、枸杞子补肾的一些药。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些活血通络的一些药，当归、赤芍、桃仁、川穹、红花这些呢药物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整个微循环改善，让它整个一些发炎的物质，甚至一些比如说一些硬化的肿胀的物质慢慢的消退。那这些它是活血通络嘛？有没有哪些人是不合适的？比如说孕妇或近期要开刀的人，他就不宜太过于活血，这个时候就要注意暂时不要使用。像古今草、密门花、白吉梨、决明子这些退役明目的药材呢，有控制晶状体混浊的一些退化跟吸收的作用。医师，您刚刚讲这些药材还是适合在初期跟中期以前来服用嘛？就是说，如果他真的已经眼球被挡住，其实还是要寻求西医去做手术，是吗？严重的话可能会需要手术，但是呢，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，就是眼球运动的方法，或许会有机会让我们不用去做手术。在明代的时候，有一本书叫《养生类药》，有提到一个运经除眼翳的方法。他把白内障的发病原因跟治疗方法都讲得很清楚，就是伤热伤气。伤热呢，比如说你的工作环境比较热，
会让你流很多汗，是，你的身体的能量精力就变不足了。或者是这个热呢，可能包括眼睛可能有发炎状态，会导致这个眼睛这个眼球啊、白内障这个部分晶状体受到影响。上气呢，就是你的气不足，能量提升不上来，头部的循环不好，这个时候呢也会引起有关眼睛的疾病。中医讲呢，眼睛是跟肝肾的虚损有关，是眼睛容易生翳，像一些云翳啊，挡住的一个薄膜的一个概念的东西。那日久不治呢，盲瞎闭，你不去治疗它，慢慢的眼睛就会瞎掉。那怎么样处理呢？每天早上睡醒来的时候，敷坐凝视，敷坐就是盘腿打坐。早上一起床，什么事都不要做，就直接盘腿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心要沉定下来，然后呢，腮对垂脸，双目轮转14次。转完之后呢，眼睛用力的把它闭着，然后再突然眼睛睁开，多做几次，内障外溢自然就消散。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切忌色欲，色欲过度会伤你的肾气，你的能量会消散很多。病毒细致。这个细致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方法。我们常说那个眼睛老化，眼睛看不清楚就习惯看大的字。可是实际上呢，你看小字呢，你的眼睛才会专注。你的那个眼睛的刺激，你的眼底的那个视神经，这样刺激久了之后，它的视神经反而会活化。那么根据古籍呢，吴医师也把它演化成现代人适合的一套那个眼睛碍眼的一个运动操，我们就请吴医师来示范。接下来我教大家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眼睛明亮的方法。这个故事一开始是我一个患者，他的右眼白内障已经成熟了。你的眼睛这样往前看呢，看他的眼睛瞳孔，是一轮明月一样，完全就是熟了。他看东西像雾里看花一样看不清楚。那因为他有事情必须去意大利半年，然后呢，我没办法好好的帮他治疗，所以呢，我就教他简单眼睛的保养的方法。想不到他做了不到半年，他的白内障竟然完全消失。但是他很聪明，把我的方法做一些更进化的改良。所以我今天就把他回传给我的方法再回传给大家。第一个就是眼睛闭起来，我们眼睛呢顺时针转14圈，转14圈完之后再逆时针再转14圈，转完之后用力眨眼睛，眨个5秒钟，然后再突然睁开眼睛，然后我们再眨眼睛再眨一次，一样5秒钟再睁开，反复眨眼睛睁开5次。我们在眨眼的时候，这个眼球它可以有点受到挤压，那你在放松的时候呢，可以促进眼球周围的肌肉、组织、血液的循环。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按摩眼眶的周围，下边呢我们用你的食指这样，按压你的眼眶周围。这个我们只要轻轻的点压，不要太用力，由内而外，由内慢慢的而外慢慢的点压，可以来回个3次5次都可以。点压完之后呢，你再用你的拇指在你的眼眶的上缘这里一样是点压，轻轻的点压，轻轻的点压，这样来回的点压，一样可以3次或5次。点压完之后，在我们的眉毛的上面这个地方，就是由内而外往外拨，轻轻的拨，拨个14下。拨完之后，在眼睛的正上方这里往上拨，往眉毛，往上到你的发际这里往上拨，拨14下。那为什么要特别拨这个地方？因为我们的眼睛呢，这个瞳孔的正上方这里有一个眼睛神经的一个细小的分支，细小的分支它会分散到这个地方。我们透过这简单的这样拨，轻柔的拨的时候呢，它可以透过眼睛神经的末端，让它促进循环，改善你的那个眼神经的一个状态。那在眼睛正下方有个承泣穴，慢慢的轻轻的揉个14下。揉完之后呢，在我们的眼内角跟眉毛这边的中间，这边就是眼眶的内缘这个地方。比如说高度近视的人，他这边筋结特别紧，所以你这边把它按压完之后，揉的时候会非常的酸痛。当你把这个地方揉散、揉松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眼睛就会比较轻松。再来的话就是眼角的外侧这里就是瞳子髎，眉毛后面的叫丝竹空，2只手指可以轻轻的这样扣着，
轻轻的按揉14下，然后后脑有个叫风池穴的地方也要按揉。按摩完之后，最后呢就是梳头，用我们的手指由前往后这样梳头，可以轻轻的这样梳头，让你的这个头部整个循环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代谢。现在很多人就是看手机啊，工作要低头啊，低头的时候，我们后脑这个风池穴这里筋就很紧绷，眼睛会有点酸涩疼痛。你眼睛酸涩疼痛很简单，你只要风池穴一按揉呢，这眼睛马上亮，酸涩疼痛很快马上就解除了。那么怎么样让我们的眼睛不会有退化的问题呢？很多人就是常常看的东西就盯着，比如说看书啊、看手机啊，常常盯着不动。在你眼睛专注盯着不动的时候呢，控制眼球旋转这个肌肉它就僵硬了。我们发现一个让眼睛转动的方法，比如看一个时钟，不要一次马上把这个时钟1到12全部看光，我们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这样整个来看。在看的过程当中，还有一个重点是要常常眨眼睛。正常1分钟以内，我们的眼睛通常要眨个20-30次以上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眼睛就会很舒服，眼睛会比较滋润。然后在看东西一直转来转去的时候呢，很自然而然的，你眼球就在做运动了，可以减少眼睛的退化。有一个太太，她72岁了她要戴眼镜，因为她有老花眼。结果持续的做了大概1-2个月之后呢，她发现不用戴眼镜的，她老花眼也好了。对，所以这个不只是对白内障有效，它对老花眼也有效。是。然后呢，对于那个有近视的一些小朋友或一些人，尤其是假性近视的时候，对，你持续的认真的做这个呢，它可以让你的眼球放松，可以连点散瞳剂。理解。那今天在节目最后，吴医师还有没有提醒观众朋友，就是在保护眼睛上面还有哪些事情要特别叮咛的？尽量让眼睛多休息，是不要一次看东西看太久，3C 产品少看，然后多做我们刚刚讲眼睛的保健的运动。是。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，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也蛮难能可贵的啊。我们说千金易得，一方难求，是。你要找到一个好的方法，其实不是那么容易。这个方法呢，我们在试验上就是说，眼睛酸涩、疼痛、不舒服的，眼睛看东西模糊的，在很大程度上认真做，其实都可以改善一个很好的效果。各位朋友，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，欢迎按影片下面的超级感谢赞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内容，让您和您的家人更健康。